我发现老公好像真的失恋了。前阵子他每天上班都会刮胡子、烫衣服，还会偷偷用我的护肤品，甚至凌晨加班回来还笑眯眯的。可这2天不一样了，成天有气无力，下班就回家，胡子拉碴。他躺在沙发上，失神地望着窗外，时不时刷一下手机。我用监控偷偷看过，他看的是个女孩的照片。是的，我们家装了监控，而他是警察，他不至于没有这个警觉性，所以我默认他是变相跟我摊牌。可笑，变了心的男人跟过期的食品一样，只配待在垃圾箱，谁稀罕呢？我老公田景辉是个警察，当初相亲时没人将他夸上了天。那小伙子人高马大的，1.8米多，还帅，是个警察，吃的是公家饭，稳当，没人骂，自然是怎么夸张怎么说。彼时的我不以为意，为了应付家里人去赴的约。但该说不说，这年头有些媒人还是挺实在的，他的确是长在了我的审美上。我问他，你条件不错呀，怎么就被剩下来了？他挠头傻笑，以前没钱在市里买房，现在总算买上了才敢相亲，这不是怕委屈了老婆吗？我房子贷款买的，公积金每个月就够还贷，但是我的彩礼现在才存了10万，在诸多牛鬼蛇神里，他老实的让人吃惊，我也没全信，托人去查了查，确定他没说谎后，这才确定的关系。之后结婚谈彩礼也是一气呵成，如今已经是我们结婚的第4个年头了。我自问这几年来，我们不说蜜里调油，但也相处融洽。我处于事业上升期，没打算要孩子，他也没反对，还几乎将家务活承包了。一度我和闺蜜谈起他，闺蜜总是感慨我这狗屎运，如今能主动干家务的男人简直是百里挑一，是挺不错的。所以今年事业稳定下来，我就在备孕，但现在似乎不需要了。这会儿坐在电脑前，我陷入了回忆。1个星期前，有朋友发了张偷拍的照片给我，照片里田景辉和一个波浪卷头发女人相谈甚欢，笑得十分灿烂。他叮嘱我注意些，那时我怎么回的呢？没事，谁还没个社交啊？我这几年也经常跟男的在咖啡厅喝咖啡呢，但我们就是在谈合同。我自诩是新时代的女性，不会跟旧时代的怨妇一般捕风捉影，甚至婚姻于我而言，其实也挺自由的。当初跟田景辉结婚前，我们就约定过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厌倦了对方，就坦白的说，也好过纠结焦虑内耗，平白浪费了光阴。当初田景辉答应的好好的，所以在看到照片的第一时间，我直接否认了朋友的判断。只是就算再否认，那张照片也如平静湖面落下的一根头发，到底是在我的心里荡起了一丝涟漪。我不自觉地开始细心观察起田景辉来，他近期的确是不一样了，好像容光焕发一般。30来岁的人了，穿了制服还得熨了又熨，穿得板板正正，皮鞋也是每天都用鞋油来擦，瞧着就锃亮。偶尔我还隐隐闻到他身上有香味，是我买的橘子味香水。一个糙老爷们还是个警察，喷啥香水啊？这分明就是有情况啊！我没打草惊蛇，只暗中观察，并且伺机拿他的手机调查1、2。可惜没等我下手，田景辉蔫了。此刻他躺在沙发上，眉头蹙起，愁云惨淡，颇有林黛玉葬花的破碎感。再加上手机外放的冬天的秘密，不是失恋是什么？我心中的怀疑好像一下子落到了实处。但为了验证，我还是偷偷给田景辉的一个同事兼朋友发信息套话：认识新朋友？没吧？前女友？他之前就没谈过恋爱呀。不过嫂子，阿辉之前有个暗恋的女孩子，好像初中吧。具体的我不太清楚，就有次听阿涛他们起哄知道的，所以是他暗恋的那个女孩吗？我看着电脑上有些模糊的手机照片，一阵郁闷。早知道当初就选择装高清的监控设备了，这衣服都看不清，更别说脸了。所以为什么失恋了？是因为田景辉没法离婚去娶她，还是那女的另选他人？我内心存着的疑惑像骨头里有蚂蚁在爬，痒得慌。不行，我不想只让自己难受，摊牌，必须得摊牌。见我冲过去，田景辉一下就慌了，他忙将手机锁了，低垂着脑袋，做贼心虚的模样。我深吸了口气，我们谈谈。田景辉抬头，满脸的无措，谈什么呀？你都失恋了不是吗？啊，失恋，还装呢？我把拍摄的视频照片递给他看。田景辉，我记得结婚前我们约定好了的，如果婚后变心了，我们就好聚好散。其实我觉得还挺庆幸的，毕竟我们还没孩子。他愣愣地看着手机，也不知怎么的，眼睛突然就红了。不是，怎么看起来反而是我错了？我有些不耐，就算没实质发生关系，精神出轨也是出轨，我也会觉得恶心。田景辉吸了吸鼻子，许久才缓缓点了点头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什么了？我愣了愣，就听他道：张颖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净身出户啊。那倒也不至于净身出户。我突然想起相亲时的他，老实的过分，坦诚的过分，像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，但一切都是表象，被我一逼就说离婚，应该是真的了。田景辉很快收拾了几件常穿的衣服离开，说是改天有空回来收拾其他的。的确像是我们婚前说的那样，好聚好散。可看着空荡荡的客厅卧室，我突然觉得有些不适应了，这感觉是错的。挥别过去，才能迎向更好的未来。我在内心暗暗告诫自己，所以从明天开始继续奋斗事业吧。闺蜜得知我已经预约离婚，而且田景辉净身出户，依旧为我抱不平。管不住下半身的男人不要也罢，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张颖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可离婚的事，我却不敢跟爸妈说。隔了1周回娘家，爸妈问起田景辉，我就借口他在出差。阿辉什么都好，就是这工作有时候没早没晚，时间不定。妈妈说完，惯例叹了口气。我说你们备孕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怀上啊？是不是身体有啥毛病啊？改天有空你跟阿辉去医院做检查，都要离婚了，还备什么孕啊？我内心一阵讽刺，正想反驳，身子突然一僵。妈妈见我愣住，忙问：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上次的姨妈是什么时候来的？
我忙翻出手机，想查看购买姨妈巾的记录，可怎么都查不到。末了才反应过来，自从跟田景辉结婚后，这种东西几乎都是他帮我买的。可现在都要离婚了，问他这个问题，万一他反应过来疑心我有了，不想离婚怎么办？他不想离婚有很多办法，比如让我的爸妈当说客，毕竟不是实质出轨，天底下哪个男人不花天酒地的？他也就跟老同学出去聊个天，喝个咖啡，或许手都没拉过，在老一辈人的眼里，这算什么出轨？到时候我会被逼着同意继续这段婚姻，生下孩子，我不要这样的生活。妈，我突然想起来有个事情要忙，先走了呀。我妈吃惊，不是，什么事啊？这么急，就不能往后推一推？合同的事，大客户不能推的。我提起包就走，到门口穿上鞋，朝书房喊了一声爸，我先走了呀。匆匆下楼，出了小区不久，看到一个药房，我走了进去。当2条杠出现在眼前时，我只有苦笑，这个孩子来的可真不是时候，所以要流掉吗？我摸了摸肚子，一阵踌躇。新时代的女性其实可以去腹瘤子的，我又不是养不起一个孩子，可如果没有父亲的陪伴，孩子肯定会有缺憾的吧。再有，谁说未来我不会遇到更好的男人？如果我带个孩子，那就是标准的拖油瓶。我坐在飘窗上思考了一夜，还是无果。倒是黑眼圈吓坏了闺蜜，她追问之后，二话不说打掉，不打留着以后她找借口跟你复合吗？你能接受？我正想点头，婆婆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我愣了下，还是接听了。小颖啊，妈给你们炖了鸡汤，周末回家来呀。我皱眉，妈，阿辉估计没空，你管他做什么？长得人高马大的倒是你。阿辉说你鼻炎又严重了，就是体质太弱了，得补，是人参鸡汤，乡下的土鸡熬得可香了。妈听你的，回头上头油都捞了起来，吃了不容易胖。婆婆的碎碎念听得我没忍住红眼，细细想来，婚前担忧的婆媳问题好像从来不曾有过。就算跟婆婆有观念上的差异，田景辉都会极力解释。我跟婆婆都是懂道理的人，有时候是她退一步，有时候是我退一步，这样的关系十分健康。可离婚了就不再是婆婆了吧？敷衍着挂断电话，我还是给田景辉打了个电话过去。你没跟妈说吗？他还不知道我们离婚的事，还说周末让我去喝鸡汤。那边犹豫了一阵，声音沙哑，我还没说，最近有点忙，不过是土鸡的话，你去一趟吧，喝点补身子，不要了吧？都离婚了还占便宜，就当正式跟我爸妈告个别吧。等我们拿了离婚证，以后你们就没关系了。这话直戳我心窝子。结婚这几年来，婆婆的确对我十分关心，每年都会给我们炖几次补汤，但凡我回去都是5菜1汤，鱼虾肉都有，还都是我爱吃的。也对，就当是一场告别吧。闺蜜陪我去医院，但必须先做各项检查，等结果出来了才能把孩子拿掉。我跟闺蜜商量了下，她1周请假2天不太好，约定下周1她再请假陪我去医院。工作上的事情一忙，转眼就到了周末。我开车到婆婆家时，老远就看到她站在路边，瞧见我的车，开心地跳了起来，挥舞着双手。如果离婚能带走婆婆就好了，说不定我就有2个疼我的妈妈了。小颖啊，来，你尝尝妈这次炖的好不好喝？我笑嘻嘻地接过鸡汤，妈，您的手艺什么时候差过？对了，爸呢？哎，前阵子不是一直下雨吗？你跟阿辉也一直没回来住，他那房间我们就没仔细打扫。前2天我发现漏水了，书架都泡了，这不天晴了，你爸在里头整理着，打算拿出去晒晒。正说着，公公捧着一堆东西出来，我要过去帮忙，他立马离得远远的。小颖啊，这些你都别碰啊，辉多，你鼻炎可别发作喽。我讪讪地收回手，婆婆让我坐下继续喝鸡汤，她去帮忙，来回几趟，还笑呵呵问我中午蟹是辣炒还是香煎好。他们总是这样，跟我爸妈一样宠我。可惜我要离婚了，我环视一圈，想将这里的布置都一一记在心里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来了，我提醒我自己，田景辉的老家是2层高的木屋，看得出来这些年缝缝补补的痕迹，不过家里很是干净，到处都整整齐齐的。喝完鸡汤，我顺势将碗洗了，戴上口罩，打算出去帮忙。院坝上已经摆了一堆的书，有的摊开，有的立着，其中一本好像有东西掉了出来，不会是钱吧？回头可别叫风吹走了。我好奇走过去，不是钱，是相片。挑眉拿起一看，我整个人愣住，那是一张泛黄的旧照片，照片显然后来被塑封过。里面的女孩一身嫩黄的裙子，在金黄的银杏树下小跑着回头，黑短的头发在脸上飞舞，阳光打在脸上，脸看得不是很真切，但一眼就能看出她的笑容很是灿烂。是她，田景辉手机里的那个女孩。边上有脚步声，我下意识就要将照片收起，婆婆却偷偷笑了笑：“小颖，你瞧见了？哎，阿辉初中偷拍的你哦，那会儿被我发现，还以为他早恋了，问了才知道，那小子只会偷偷跟着你。”我诧异指着我自己，啊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那时候我问他为啥不追，他说家里穷，配不上你，他要努力学习，考大学找个好工作，这样才能追你。婆婆满脸幸福，这小子连打听你有没有对象都不敢，还是我去打听的，后头我催了好几次，买了房才肯去跟你见面。我疑惑，妈，您确定这照片里真是我？印象里我根本没这样的黄裙子啊！而且这银杏叶，我忽地想起来，初2有次集体郊游，我被班里男同学捉弄，摔进河里湿了衣服，幸好女老师带了备用的裙子，而我那时也发育了，瘦瘦高高的，穿上刚刚好，所以他同事口中那个初中暗恋的女同学，难道是我？可若是我的话，那田景辉到底有没有出轨？不，一定是出轨了的，没出轨的话，他干嘛要净身出户？可出轨了，怎么还每天晚上回来拿我的照片看？忏悔吗？一时间我有些迷惑了。小颖呀，你帮爸瞧瞧，这个电脑坏没坏呀？好像也有点进水呀，下头都湿湿的。我立马回过神，答应了一声，起身进屋，吃过午饭我就回来了。家里依旧空荡荡的，我坐在飘窗上看着外面的风景，失神了许久。闺蜜电话打来问我，确定不要孩子吗？我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嗯了声。再度从医院出来时，佳佳眼里一片通红，我笑着安慰她，没事的，
感觉好像有人在看我。我转过身时，目光所及却都是行色匆匆的路人，是错觉吗？应该吧。日子不平不淡的继续，只偶尔夜深有人打电话跟我说田景辉醉酒，想让我去接，我都没说话，电话就被掐断了。如约去领离婚证的那天，田景辉一脸疲惫，我故意问他：“你还没跟人在一起？离婚了，阻碍都没了，不挺好追的吗？”田景辉笑笑，可能我太差劲了吧，眼睛有些酸涩，我扭过头，许久才忍了下来。红色的离婚证到手，田景辉，以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祝你我都幸福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上车离开。后视镜里，我发现田景辉失神地站在那里，看了我许久。半个月后，我接到了闺蜜的电话，哈哈，张颖，渣男得到报应了，哈哈，他死了。我的心陡然揪成一团，很痛。久久没听到我的声音，佳佳在那头喂了好几声，不会是手机坏了吧？我想哭，却怎么都哭不出来。佳佳的电话挂了又打来，我没理会，捂着心口静静地躺在沙发上，像以前的田景辉一般，呆呆地看着窗外。天真蓝啊，可他真死了。没容我安静多久，陆续的通知和安慰电话都打了过来，我平静地接听了，然后打电话给爸妈，随后回了佳佳的电话，请他开车帮我去乡下接田景辉的父母，而我则坐着公交来到警局。就在今天中午，临市的高速上，一辆油罐车突然侧翻，十几辆小车连撞之后起火，彼时田景辉刚好遇上，他二话不说下车砸窗救人。他们说节哀，田景辉同志在救助油罐车司机时，油罐车爆炸。我说真好啊。他们错愕，一共受伤23人对吗？他成功救出了22个，他们惊讶，嫂子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那天中午天真好啊，阳光炙热，微风徐徐，蝉鸣声声。婆婆给我口罩让我戴上，我靠着窗伸出食指按在了电脑主机开机键上，滴的一声响，就那样开启了隐秘的一角。田景辉的电脑不管是机箱还是显示屏都是老旧泛黄的，但里面的处理器内存和显卡应该都换过，是 Win7系统。我查看了下电脑的情况后，下意识就点开了浏览器，想查看网络行不行。收藏栏上的微博一下子就映入我的眼帘，鬼使神差的我点了进去，而且我也顺利进去了。微博昵称银杏树下的你，注册于2008年，15年前我还是初2的学生。想起那张照片，我没忍住滑动鼠标，置顶的赫然是那张泛黄的照片，底下配文2019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所以婆婆说的真不是哄我的。怀着疑惑再度往下拉，我愣住了。对不起孩子，为了妈妈，爸爸只能牺牲你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连续3条的对不起让我一惊。田景辉居然知道我怀孕，可他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他去医院了，计划生育科，应该是要去拿掉孩子吧。听说刮宫很疼，他一直都很怕疼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又是对不起。我继续往下拉，他怎么那么心大呢？这都好几天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我怎么提醒他呀？太刻意的话，他那么聪明，会发现端倪吧？不行，我得百度一下，之前5次重生都失败了，加上原本的，还有这一次，总共7次。我有预感，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。都说男人诡计多端，尤其是出轨的男人。最初看到这些时，我以为这是田景辉得知我怀孕，为了挽回我预设的。即便我看到了博文右上角并不显眼的仅自己可见5个字，我嗤笑着继续往下看，找到办法了，今天就开始实践。医疗物资差不多都网购好了，放办公室里，出差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，这样高速路上他们也能紧急救援。除颤仪好贵，但是关键时候能救命，孩子不能留。之前老婆因为伤心都没保住孩子，反而还让人指指点点，说她自私故意流产。对不起孩子，我得想办法把你弄掉，不能再让老婆抑郁一生了，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乐趣？可是我不能告诉他真相，我跟别人说这件事，大家会自动屏蔽，他也一样，怎么办？怎么才能让他不伤心？匿名打电话给油罐车司机了，他好像也听不到，一直喂，我死心了，这是既定的事情，不会改变的。之前让交警同事拦截，让封闭路口，甚至请求救护车提前过去，也都行不通的。我看到了时间，1点56分，2次爆炸都是。这次我试试能不能开快点，提前下车，争取更多的救援时间。这条的时间是5天前，那是田景辉开始颓废的一天，而接下来的一条则是公开的，所有人可见。我偷偷买了好多小衣服、纸尿裤，放在楼下的杂物间，到时候老婆肯定很惊喜。老婆什么时候发现她怀孕啊？她好迟钝呀！我怔了怔，原来她比我早知道我怀孕了吗？继续往下拉，3天了，老婆这次姨妈推迟了3天，她自己都没发现，应该是有喜了吧？哈哈，我们要有爱的结晶了，那是1个月前了，那时候她开始容光焕发的，所以根本不是恋爱，而是因为我怀孕了吗？蝉鸣声渐渐远去，我在窗户边，脑子如同一团浆糊。婆婆端了水进来，我慌忙将网页关了。小颖啊，电脑没坏吧？我努力挤出笑容，妈，没坏。婆婆很开心，这就好啊。她跟田景辉一样，节俭好像都刻在了骨子里，但对我却十分大方。但我很不好，等婆婆出去后，我思来想去，没带走电脑，而是掏出手机拍摄下所有微博页面，浑浑噩噩离开后，我一路开车，已经把前后都想通了。这也许是编的，也许是真的，想要验证也十分简单。我将车停在路边，打电话给田景辉的同事，请他偷偷帮我查看一下田景辉的工位，然后开车回家。田景辉在买这套房时，赠送了一个5平方的杂物间，杂物间在车库边上，我有钥匙，却几乎没开过，将钥匙插入孔里，我深吸了口气，咬牙一转，铁门缓缓打开，不用开灯，我就看到堆到门边的纸尿裤，嘟嘟，是田景辉同事发来的消息，消息里夹杂着几张照片，照片里几个纸箱满满当当，胶不裹得严严实实的。他趁田景辉出去，偷偷打开了底下的一箱，里面都是纱布、酒精这些。
我的手发抖得厉害，全身气力像是被抽空了一般，下意识的我捂住肚子，深呼吸几口，缓缓坐在了杂物间的门槛上。田锦辉，你个傻子，重生那么多次，明知道会死，怎么不躲着？冲上去干嘛？我狠狠哭了一阵，不止一次。我想给田锦辉打电话，跟他摊牌，挽留他，不，命令他不许出差，不许上高速。可是我看到之前拍下的照片，上面是田锦辉7年前微博，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，我保证忠于，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，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。那是他当上警察时宣誓的誓言，可那只是誓言啊！但我知道这不只是誓言，那个傻瓜一次次重生，明知道必死还是义无反顾，他已经把誓言刻在了骨子里，一次都没退缩过。这次毅然。那天我在飘窗上坐了许久，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，看着天上的云舒云卷，我想如果我尽力挽留，拉着田锦辉的爸妈，我的爸妈朋友一起，或许他会留下，他的生命可能保下，可他的灵魂就会暗淡。我不能那么自私，所以佳佳打来电话问我时，我照样让他请假陪我去医院。我们按计划去了医院，按计划领了离婚证。既然他要救人，我成全他，我要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全力以赴，只求活着回来。他做了那么多的准备，肯定能活着的，会的。然而老天似乎并不眷顾我们，他还是死了，死在了1点56分。此时在对上众人的目光，我张了张嘴，眼泪陡然落下。我输了，输得彻底，我不想哭的，真的。他说之前好几次重生，我都因为伤心过度导致流产，最后抑郁一生。他想让我开开心心的度过后半生，这个傻子重生了那么多次，想出的办法就是假装出轨，让我恨他，这样他死的时候我就不会伤心难过。他明知道这样孩子留不住，为此连续3次在微博上给自己未出生的孩子道歉，他怎么那么能耐？我要笑的，我应该高兴的不是吗？他一心赴死时还想着我，而且他都救出了22个人啊，比之前几次都多。重生的这些天，死神的镰刀一直在他头上悬着，他该多忐忑多难熬。如今总算结束了不是吗？可眼泪怎么都控制不住。爸妈来了，抱着我一阵哭。婆婆公公来的时候，佳佳原本还在边上幸灾乐祸的，听说田锦辉的死因后立即沉默了，还转头悄悄抹起了眼泪来。他的身体被炸碎了，遗体修容师花了整整1天才修复好，可还是变丑了。我们在警局里进行了遗体告别仪式，那么人高马大的，最后只剩一个小小的骨灰盒。从墓地回来时，婆婆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小颖啊，以后她声音哽咽，还是常回家来看看啊，说我们阿辉没福气，自己早早走了就算了，还连累你成了寡妇，就算你再婚了，也还可以回去的。我会拉着她的手，忍下眼泪，妈，说什么呢？我就算不回去，孩子也得看爷爷奶奶的呀。婆婆公公都愣住了。1年后，我和公公婆婆带着刚满月的龙凤胎来祭拜，例行点香之后，公公婆婆推着孩子先离开，给我留下了空间。我掏出手机，点进微博，是熟悉的页面，头像和置顶还是银杏树下的我。我对着墓碑拍了张照，田锦辉，照片里的你丑死了，给你换一张怎么样？我最近拍了好多孩子的照片，都学会 PS 了，给你 P 一下。微博发出去了，但依旧仅自己可见。我习惯性的往下刷，自从田锦辉死后，我再度打开那台旧电脑，就看不到那些仅自己可见的博文了。他的手机在爆炸中毁了，我不死心的补办了电话卡，用号码登录了微博，也没发现那些博文。最新一条还是傻兮兮的公开博文，我偷偷买了好多小衣服纸尿裤，到时候老婆肯定很惊喜。老婆什么时候发现她怀孕呢？她好迟钝呀，迟钝的我这条博文几乎能倒背如流了。但现在最新的一条变成了我发的墓碑这条，1年了，不论是我还是公公婆婆还是孩子，都该继续往前走了。田锦辉，我们会一直幸福的。下意识的刷新了下，我愣住了，墓碑的那条博文不见了。番外，田锦辉视角，只剩1天了。我看着手机日历微微出神，之前6次爆炸，身体被撕扯，看着四肢掉落在不远处，那种痛苦刻骨铭心，依旧让人噩梦连连，惊惧后怕。不是没想过视而不见，但那是23条人命啊！既然穿上这身衣服，就算是1条人命，也得全力以赴。手机又来了消息，是老婆闺蜜佳佳发来的，你这个渣男，去死去死去死！我告诉你，你会有报应的。1个月多了，从我坦诚说要离婚到现在，已经1个月多的时间了。刚开始佳佳1天30几条辱骂的信息，到现在只变成了1条，挺好的，骂我，说明老婆还恨我，这样很好。到时候听到我的死讯，她应该会很高兴吧？是我辜负了她，那么明媚的女孩子，最后却因为我成天满脸愁云，没有活力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重生在4年前，不会去见她，她就不会被我连累了。可惜每次重生都只给我1个半月的时间，只有1天了。所有事情之前都已经准备妥当，老婆去医院了，领了离婚证，医疗物资、救人的工具、切割机这些都有，还剩什么呢？哦，照片，我开车到了乡下，爸妈见到我很开心，妈妈还特意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葱油拌面。我偷偷进了房间，书架好像被整理过，问了才知道之前被水泡了。我在最顶部找到了那张塑封的照片，照片里的老婆还是好美啊。我宝贝的亲了亲，小心翼翼放进口袋里。爸爸给我泡了茶，我没喝，我怕在家里待久了会失去勇气。爸妈，对不起，可能要再次让你们白发人送黑发人了，但是我不后悔。下午刚到警局，队长找了我，跟以前6次一样，让我去临时办个事。之前有次我想推辞，可开口根本说不出话来，这次还是一样。果然一切都不可变，我出差、上高速、油罐车出事、爆炸都不可变，唯一能变的就是救人。我将箱子搬进后车厢，开车回家，去杂物间取了藏在纸尿裤后面的工具。这一次一定要全部救下。我提前办完了事，提前回城。
但我路上遇上车祸堵了一阵，等我上了高速，已经是1点了，全速开车，却只节省了5分钟的时间。前方10几连撞，油罐车已经冒了火，哀嚎声、惨叫声连连。我按照以往几次的经验，迅速报了警叫救护车，同时在远处放置3角警示牌，打开后车厢，取出工具，开始救援了起来。砸窗、切割、拖人，切割机挺好用的，这次的速度明显比上一次快多了。快点，再快点！后面车里的人过来查看情况，我喊了起来。我后备箱有医疗物资，麻烦帮着处理一下伤口，会用 AED 的我车里也有，大家快来帮帮忙，把人扶远一点。油罐车烧起来了，要远一点，避免被爆炸影响到。大家都动起来了，只可惜一听到油罐车烧起来，他们都害怕的远离，生怕被波及。我理解的，身为警察，我都怕死，更别说他们了。好在有几个年轻小伙不怕死，帮着我拖了几个伤者出来，速度加快了不少，我却不敢放松。第18个了，还有5个，轰！油罐车的火势一下子变大，那几个小伙子也不敢上前了。我没理会，也没时间理会，拿着切割机切割开门拖人，将伤者扶到远处，浪费了一些时间。我心里有些焦急，时间有点不够了。连续拽出4个人后，我忙跑向油罐车。上次我刚靠近油罐车，看到驾驶室里昏迷的司机时，他就爆炸了。这次我成功进了驾驶室，放下切割机拖人时却遇到了阻碍，司机的腿被夹住了。切割机再切一下，不行，火星应该会让油罐车提前爆炸的，实在不行暴力拖吧。可司机腿被压着实在太紧了，我费尽9牛2虎之力才将他的腿拉出来，正想扶着他下车，就听到手机的倒计时声音响起，滴滴滴。没等我反应，只听得轰一声巨响，身子被爆炸冲击的直接飞起，左手被撕扯开，痛。似乎已经习惯了，我重重的砸在了地上，脑袋热热的，应该流了很多血吧。远处我的左手也砸了下来，在地面上跳了跳，最终归于平静。还是不行吗？这回是真的死透了吧？7次机会，总共给了7次机会啊，我还是没能够把握。田景辉，你真蠢啊，老婆，下辈子要能遇见你，我就不跟你认识了，我远远的保护你就好，这辈子对不起。再度睁眼，我头痛的撞墙，撞着撞着发现不对劲了，我又重生了。门口传来了开门声，我忙收敛表情，我不能表现出异样来，不能让老婆担心。老婆气喘吁吁的进来，看到我就上下打量了几下，眼睛一红，眼泪就落下了。不是，老婆，你怎么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他捶了我一拳，除了你还有谁？说着，他紧紧抱着我。田景辉，我忍着剧痛的头和疲乏的身子，挤出笑容回应着。1个月后的临时出差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全文完结。